啊，我知道，我做好了，我们已经把内容发过去了。不是说可以吗？昨天还说可以。啊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是啊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啊！是不是没事干，吃饱了撑的不工作了？看我干嘛？我干嘛？某些人已经要赶尽杀绝了，我们这个部门这个季度的 KPI 全都得完蛋，把所有的这几个月被他们撤掉的广告数据都给我调出来。那蔡飞，他们人呢？在开12月刊选题会。那你为什么在这儿？我在打印选题表，马上就过去。主编好。陈副主编好。谁让你们收拾的？哦，是人力资源的秦总监一早通知我们说，您来之前把这里整理干净。我们紧赶慢赶，没想到乔治先生留下这么多东西啊。陈副主编，那我们继续收拾了。干吧，小点声，别影响别人工作。是。我也不知道。关门。开会之前呢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都别玩了。我们组新来的实习生，李娜。你们平常不是总说忙不过来吗？她来帮你们打下手，也不能什么事儿都守人家蔡飞。像这种打印填表的事儿啊，你们平常自己都不做准备吗？头儿没使唤蔡飞啊，我报的选题我自己记着呢。哎，你看我也没说你啊。李娜，到。这些呢都是专题组的编辑们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，你们以后慢慢认识吧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李娜，我以后一定会服务好大家的。来了个新同事，鼓鼓掌，欢迎一下。能掉块肉吗？李娜，你就坐那儿帮着做会议记录。好。12月的选题我看了。连凯，你跟玛丽最近是有仇吗？时装做时装，专题做专题，你们两个做的还是同一本杂志吗？我们是完全按照这一季的趋势来的，因为今年秋冬流行的一共就是10个时装趋势嘛，已经说了8个，所以这个月就是做复古了。做复古没问题，但是你们光做视觉差点意思。时装组和专题组还是要多沟通的。沟通我 OK 啦，他是男生，他应该更主动一些了。这话说的还挺复古的。严凯，专题组还有什么选题？赵鑫竟然有一个冲撞名媛，我看了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赵鑫，说说。这个选题是我跟陈然一直都想做的。去年有一个老太太逝世，她被称为京城最后一位名媛，当时就出了很多报道，说名媛时代已经结束了，现在是速食时代、流量时代。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。什么才叫名媛？这个标准是由谁来定的？什么样的女性才能称得上名媛？而且名媛这种对女性的界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们陆陆续续找来了7、8位愿意接受采访的女性，都是70岁以上的老太太，年纪最大的一位已经过了100岁。有中国最早的一批女飞行员之一，有沪剧名家，还有很早的时候跟随丈夫南下，然后几经辗转带着大笔财富回国做慈善的。
这些人选的倒挺有意思。那么主题、价值观呢？你说？主题就是老时代女性的酷，特别酷的那种。我们采访的这些老太太，都是经历过半个多世纪风风雨雨，经过千锤百炼的成功女性，所以她们对人生、财富、价值、成功等等，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看法。所以这些东西太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了。我跟欣姐还找了10个来自不同行业的90后青年，让他们再罗列10个此时此刻他们人生最大的困惑，然后我们来一次跨代际、穿越时空的。行了行了，大家应该听明白了。玛丽，服装怎么弄？那如果要是按专题组这个思路的话，我们就真的要花大心思了。我们要去找一些真正的有历史感的大品牌来装扮这些老太太们。不过我是觉得这个话题我自己还蛮感兴趣的，我觉得比单纯的做复古要来的 OK 啊。好，你们2个要配合好，好吗？我先走了，你们继续讨论方案吧。要先简具体的说，拍摄和服饰这块怎么办？他们这个年纪，不能让他们配合我们吧？我们要在各方面配合好他们。拍摄回头我去跟西薇老师碰，他这2天出去拍摄了。服饰其实就是分2大部分咯，服装跟珠宝。那服装刚刚已经说过了，我们要去找一些有历史悠久的大品牌，我们去跟他们借一些复古风格的衣服。那我觉得最主要的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就是这个服装的那个质感，一定要跟受访者他们自己经历的那个生活的年代、那个气质要相符，差不多的感觉。不过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，这些衣服很多都已经绝版了。所以可能要去跟这些品牌总部去调，我不觉得很容易能借到，因为这些衣服真的蛮珍贵的。这个事情我们部门会全力以赴。我也会跟总部的人联系，我们借不到的让他们借。OK。珠宝呢？珠宝我也问过那些老太太们，她们手上基本上都有那种能够传家的好东西，能镇得住。OK。那就这么定了，这就是12月刊的封面故事。在接下来的工作里面，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。还有，重访名媛这4个字可以再想想，我会有分的。李娜，李娜，记下了吗？我现在记。李亚楠，你说的这个恋人表白指南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很多的90后都不愿意谈恋爱，因为1是怕麻烦，2是怕被拒绝、受伤害，所以我想做这样一个专题，教大家怎么样、如何正确的表白。具体说。具体，我首先觉得，解释。周总监，我们在开会呢。开什么会啊？必须说清楚，公司都快办不下去了，开会开什么会啊？我们先开完会，等会儿我去找你。少给我来这套！今天必须解决，为什么撤我们的文案？哎呀，严凯啊，乔治已经不在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骑在我们广告部头上嚣张跋扈的时代，永远不会再有了。我还是觉得呀，鲁帽子是代替乘魔头探路，魔头呀要动严凯了。不可能，这个时候把严凯开了，去哪儿找人替他？再说了，不管找谁来，我不服啊！哎，鲁帽子就是一看人下菜碟的货。他们广告部的软文被撤，又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儿。以前为什么夹着尾巴不说话，现在冲出来，肯定是猜准了魔头的意思，要重新洗牌呗。哎，你口红颜色不错，先让我试一下。我也想试，你算了吧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这个陈魔头和这个严凯，他们一直配合很默契的，因为2个人都是老牌做新闻的，三观也很合。就广告部那个软文，我都不想说，太烂了。就好比你在吃着满汉全席最好吃那个菜，一下子夹出一只苍蝇来。同意，差不多行了，一会儿要吃饭呢。不是，那你装什么装？是不是这么回事嘛？就广告部那个软文，如果陈魔头能忍，他就不是陈魔头了。
而且啊，严凯再怎么说呀，也是乔治的死忠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嘛。哎，别吵喝。怎么样？都僵着呢，这都僵了1个小时了。我刚刚假装路过，在外面偷听，感觉里面气氛诡异，根本没人说话。那我老大状态怎么样？黑着脸，我们家鲁帽子也黑着脸。那咱们共同的老大陈魔头呢？黑着脸喝咖啡。哎，我觉得呀，就是要开掉严凯了，要不然就那么点破事儿，怎么能搞这么久呀？我不同意啊！他们要真想开掉他，用得着耗这么长时间吗？绝对没有这么简单。他们可能是想要逼严凯自己主动辞职，这样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啊，而且公司不用给赔偿金了呀。吃饭了。哎呀，你可算来了，我要饿死了。饿死！你说你拿了一个沙拉，天天咂巴嘴，下午又饿了。沙拉怎么了？我再忍2天，我的体重就能控制在100斤了。然后报复性反弹，1天吃8顿，对吧？伸展，坐这。怎么样了呀？战况如何呀？还在陈魔头那里干仗呢，还干仗。各位老师，你们现在有时间吗？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们一下。好巧，我们在吃饭。我知道，但我想在下午开会之前把这个都整理好。问吧，快点。就是你们今天开选题会的时候，你们说了好多英文的品牌的名字，我不太了解，所以没记下来，想再问一下你们。我们都说哪些牌子了啊？都在这儿呢，我记下来了。蘑菇，打人干！哎呀，不行，王志，你是老天整来搞笑的吗？啊？不是李娜，你一个牌子都不知道吗？我知道的体育类品牌比较多，时装类的，我以前也看过，但是都是在杂志上，我英语也不好。那你买过最贵的牌子是什么？该不会是你来面试穿的白衬衣吧？我就是对这些不太了解，所以想请教你们一下。今天选题会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们说的那些选题都特别的好，我就觉得我要是整理不好的话，特别对不起你们。你叫李娜是吧？是。我不管你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认真的，如果是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进我们公司。你能进来肯定有你的本事，但是如果你要请教，麻烦问点像样的问题。对不起，老师们打扰了。哎，你等等，你要帮忙的话，我们服装组下午有衣服要收拾，你来吧。我下午去帮忙。从这儿直走，右拐是陈列室，那儿有盛装历年来的所有杂志。如果你不是进来混履历，搞些乱七八糟的，去那儿好好看看吧。我现在就去看，谢谢老师们，再见。
你们俩下午是不是没事做了？我等下还要出去，先这样吧。鲁彬彬，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绝不能干预内容部门。还是那句话，内容为王。行啊，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今年广告部的 KPI 肯定完成不了。你要是无所谓，我也无所谓。不想跟你再纠缠这个问题了。你可以辞职，我不拦你。我说的够清楚了吗？乔治的房间已经清空了，改头换面，真够快的啊！是不是啊，严凯？《风尚月报》这个月停刊了，你知道了吗？听说了。办了10年的杂志，说停刊就停刊了。严凯，我们要撑住啊！我答应跟你合租。啊？我家很小，我睡床，你睡沙发，一个月租金3500，我出2000，你出1500，租金1月一交，押金我已经交过了，水电费、网费平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不许养宠物，不许带男人回家。我平时都自己做饭，如果你也在家吃饭，每个月平摊伙食费。不许吵闹，因为楼下的阿婆身体不好，也不能影响我休息。我家没电视，也不允许有电视。平时最好能在11点之前睡觉。如果你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我随时保留赶你出门的权利，你可以吗？可以，你说什么都可以。那你哪天搬进来？我今天就可以搬。好，那房租从明天开始算起，走吧。哎，你为什么忽然答应跟我合作啊？你看过宫斗剧吗？《甄嬛传》算吗？你觉得以你的智商，在《甄嬛传》里能活几集啊？30集啊。我觉得活不过3集。为什么？宫斗剧里都是女的在斗，但好歹皇上和太监是男的，但盛装里只有女的。瞎说，那人家严凯、鲁彬彬不也是男的吗？不是性别，是思维方式。直男思维一直都在时尚圈鄙视链的最底端，我就没见过一个直男能在盛装编辑部熬过试用期的。那什么样的思维才行啊？金字塔顶端是中性思维，中间是女性思维。但就我今天对你的观察而言，很不幸，你虽然是个女的，但脑子里住了一个钢铁直男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严凯和鲁彬彬都喜欢的是男的？我没有说过。严凯是盛装唯一一个 bug， 因为他做内容无敌。鲁彬彬，没人把他当直男看，因为他比所有同事都阴。那你为什么帮我呀？你能留下来，我就不会是盛装里最惨的那一个。艾凯伊，我到了啊，老房间等你。今晚是主厨亲自操刀吧？是的。记住了，香槟制冰20分钟，所有的配菜里边葱姜蒜都不要。好。好的。哎，等一下，餐后的甜点不要太甜，也不要太冻了。好的。好吧。好，这样。
干杯！今天这么大阵仗，我怎么觉得有一种不怀好意的意思啊？开姨，我们也不需要遮遮掩掩了，那我就开诚布公了。不要，我这还没说完呢。启泰，我谢谢你为我准备的这一切。我们就这样开开心心的吃饭喝酒，不好吗？啊，这什么意思？现在不是对的时候，这儿也不是对的地方。你没说出口，我就不算拒绝。可你上次明明表明了这种意思，我不能假装没听见吧？我那天是因为乔治的死影响了我的情绪跟判断。咱们今天不说乔治，就说我们。我们在一起3年了，我35岁了，你还比我大1岁，我们真的耗不起了。耗？我从来没觉得跟你在一起是一种消耗。可你明明说过，你厌恶我们只能在酒店里见面。我告诉你，我也厌恶，我非常厌恶。这酒店的套房就像是个牢房，我们被困在里面。哎呦，我累了，我真的累了。李先生，越是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就越要坚持。意义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啊？我让玛丽帮我去总部打探消息，还真让我猜中了。乔治的死，果然成了导火索。总部马上就要宣布，开始全面清查账目。哎，可你上次不是说过吗？不管怎么查，也查不到我们头上。你的账确实从来没有经过我的手。财务杜霞跟了我很多年，是个靠得住的人。他一定会把账面做得很干净，应该查不出什么纰漏。那你还担心什么呀？啊，不就是拿点回扣吗？投广告的谁不拿回扣？这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儿。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总部之前根本没有启动查账，可经济犯罪侦查大队的人确实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乔治。乔治的抑郁症解释了他的自杀动机，可换个角度想，他也算是强行终止了调查。乔治选择自杀的时机点未免太蹊跷了，而且他的死直接导致总部股价下跌。总部为了止损，一定会高调开启内部财务清查，事实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。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像是幕后有人在操纵吗？凯姨，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啊？好，就算我相信你说的，就算真的有人在幕后搞鬼，那我问你，他图什么？他又能图到什么？
谁都知道杂志是夕阳产业了。乔治真的被整死了，他们又能有什么油水？我现在也不知道幕后操盘的人到底想要什么，但是我相信，乔治之后，他们下一个要对付的人，很可能是我。不，一定是我。干嘛去？抢厕所！那你快点！你催什么催啊？昨天我可没催你啊！你赶紧把早餐做了，顺便把题背了。8、4、7、9、2、1、9、2。十几个？一个。第3题，文明秀是哪一年才有的？1995年。参加过文明秀的中国超模都有谁？刘雯、奚梦瑶、何穗，还有一个徐小文。马吉拉是谁的品牌？比利时设计师 Martin Margiela 的个人品牌。Martin Margiela 之前是哪个品牌的创意总监？汉斯哲。错。纪梵希。错。提示一下。那个爱马仕。第5题。哎呀，我们能不能先等会儿再弄？最后一题，在盛装杂志最不能得罪的3个人是谁？秦敏、鲁彬彬、赵鑫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秦敏就是他知道别人特别多小秘密，所以他那个不能得罪。然后鲁彬彬就是因为他那个特别奸诈狡猾，赵鑫就是因为他那个脾气特别不好，他见谁就杀。吃饭。谢谢老板。欣姐怎么办？欣姐怎么办？他早上吃脱优了你。欣姐，你来看看，怎么了？告诉。这个衣服是我们为了拍《重返名媛》借来的，它是20年前的衣服，我们从博物馆借出来的，它坏了，欣姐，我完了，要死了！明明说这个衣服不能干洗，早上干洗店送回来的时候，我都疯了，谁能告诉我这是谁弄的？干洗店弄坏了找干洗店负责呀。对呀，这衣服没有干洗标志，干洗店也不知道啊。奶奶，这衣服谁负责收拾的呀？好像是李娜吧。我去他大爷的！郑老师。你让我怎么跟品牌的人交代？你知道这件衣服它有多难借吗？对不起啊，可是我真的记得它就在要洗的那些衣服里边。你是瞎吗？要洗的衣服明明只有3件，3件里面有这件衣服吗？它是能洗的衣服吗？对不起啊，水丽姐，我一定会负责的。你拿什么负责？你怎么负责？把你卖了，你能把它买回来吗？你别叫我姐，我跟你不熟。行了，现在这样也没有用，这扣子也没有办法复原。你哋搞咩啊？咁唔小心 ，Sherry 啊，我話你講咩啊？我哋係領導品牌保證㗎，現在怎麼還？Mary 姐，我真的跟他們叮囑過了，我就差把這個衣服勾起來了，都是李娜把它拿去乾洗的。對不起啊，對不起有用嗎？你是豬嗎？哎呀，行了，多大點事啊，晴晴。唔係，呢個係你嘅人搞錯嘅問題。我攞咁大嘅面區人搞件衫。你講廣東話我聽不懂啊。我說，我沒有臉去還這件衣服。行，那衣服的事我來負責，我搞定 OK。你搞定？你要怎麼搞定？這個事情是要跟巴黎總部的品牌去談的。實在不行，我陪個品牌唄。不就一個扣子的事嗎？李娜，別傻站着了，衣服的事我會負責，以後你給我小心點 ，OK？好
觉得你们根本就搞不懂这件衣服到底有多珍贵，它不只是扣纸的问题。我都说了我会负责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是不是说过10点钟开时尚盛典的会啊？蔡飞，通知大家了吗？通知了。要不要给你们发邀请函啊？人都到齐了，离年底的时尚盛典已经很近了。今天召集大家来，主要就是分配各个部门的筹备和协调工作。按照之前盛典的传统，去年在北京，今年放在上海办。具体的活动分为3个板块：秀场、主题秀，玛丽带着时装组的人负责盛装系列论坛。今年的论坛会升级，去年我们做了7场主题对话，今年会增加到15场。严凯带着你的同事负责设置话题和邀请嘉宾，鲁彬彬广告部协同。今年邀请的嘉宾主要来自13个国家和地区，人数多，规格高，接待方面一定不能给我出任何错。广告部一定要全力配合保障工作，好吗？不好，我有问题。你说，就是有一点不同的意见。你能不能把想说的都说完？我没兴趣跟你问一句答一句。行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往年的时尚盛典论坛，我们广告部鞍前马后，累得跟孙子一样。但是最后所有的功劳归谁呢？编辑部，那些来宾、领导、明星大腕、所有品牌客户的总负责人，认识的是陈主编，认识的是这位总监。我们广告部呢？天哪！没有人认识我们，有人认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们人前显赫，我们人后受罪。不过好像也可以呀，啊，我们广告部负责协调也没问题，啊。但是我们广告部也不是后妈生的吧？严凯一年拿公司多少资源呢？的是不是疯不给我们广告部一点吗？没有。今年说了，我跟他说，办不到帮我们谈谈客户，谈谈单子。就他那档他说不做内容，不做这种事情。我找他谈这些，说情说理，他都不理我，那怎么办呢？说重点行吗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时尚盛典，换规矩，谁协助严凯，就协助，我们广告部不协助。陆彬彬，我也懒得跟你说什么私下聊了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这么折腾，到底是冲严凯还是冲我？冲严凯啊！哎，但是谁护着他，我就冲谁，够明白吧？好。除了鲁彬彬，谁还有反对意见？杜霞，财务部有意见吗？没有意见。罗汉没有意见。玛丽，我 OK 啊。西维你呢？没有。公关部没问题。严凯，没有广告部协助，我们也能完成工作，我可以保证。大家既然都没意见，我就尊重鲁彬彬的选择和决定。今年时尚盛典的筹备工作，鲁彬彬可以不参加。于晶晶沉默。你们2个负责带领广告部其他同事，协助编辑部完成今年的筹备工作，有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我最后问一遍。可以。
过来一下。大家快看公司邮箱，出大事了！我去，什么东西啊？总部疯了，杂志要办，什么意思？给我看一看。看不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2件事：第一，总部查出乔治在账目上确实有问题，接下来要全面检查公司账目；第二，任命萧红雪代替乔治，担任主编。主编不是陈凯怡吗？萧红雪是谁啊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开怡？出了这么大事儿，你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朋友圈都刷屏了。我要不来找你，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？我知道你现在需要冷静，我也不需要这种方式吧？所有人都在找你，你躲着游泳算怎么回事啊？对了，这个萧红雪你可得当心啊！我今天下午什么都没干，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查她的底。这个女人不简单啊！她在你们盛装香港版当主编这几年，可以说是风生水起、八面玲珑，做品牌经营非常有一套。再加上她家里的关系，香港那些大品牌的高层跟她的关系都深不可测。她这回空降到你们这儿做主编，哼，那些大老板可都放话了，她到哪儿资源就跟到哪儿，广告也跟到哪儿。萧红雪这次空降，来的可不是她一个人，是一整个香港商业经济团伙。你在盛装干了8年，鞠躬尽瘁，主编早就是你的。现在可倒好，乔治没了，又来了个更狠的。萧红雪这次摆明了就是猛龙过江，身前有各种资源的加持，背后有你们总部的力撑，同时他还握着监督查账的杀手锏，专门用来锁七寸。明面上你是不占任何优势，正面斗必败无疑。但我为你想好了3招暗度陈仓的办法。帮我拿下浴巾，谢谢。什么？浴巾，谢谢。哦。来，披上。来，那我就接着说了。啊，这第1招啊是上策，金蝉脱壳。晚上吃什么？饿了。你不想听了？我见过萧红雪。然后呢？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，在某种程度上讲，我敬佩她。但她的心思啊，不在内容上。杂志对她而言，更多是商务资源整合平台，而不是内容。那又怎么样？所以，这次不管她带着什么名头来，还是背后有谁撑她，我都不会离开。她要斗，我奉陪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啊？正面斗，这算来算去你都没有胜算。那我再告诉你一件更没有胜算的事情。萧红雪和盛装集团总部出版人向霆锋是隐婚关系。他这次空降过来，向霆锋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他斗我。老向，我去，他可是掌控着你们公司整个盛装的人事任免权和财务权，你这拿什么跟人家斗？哎，你刚才说他俩是隐婚关系，这你们公司不是明文规定绝不允许高层之间是夫妻关系吗？这是一张好牌呀！我和萧红雪都是女人，用这种男女关系做文章搞臭对方的事情，我没兴趣，也做不出，丢人。
那您还有什么牌跟我说说？我就是牌。